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曾经都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如今能走到一起也挺不容易的。我很珍惜我们的缘分，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和我闹别扭，甚至还提出分手。我不想和他分手，希望我们能继续走下去。如今我们都这个年纪了，我也想和他好好的在一起，但他根本没拿我当一家人，处处防着我。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找老伴呢，还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李先生69岁，来自山东退休，有请。袁女士62岁，来自山东退休，有请。欢迎两位哈。这恋爱谈了有多久啊？今年年初呢，我到云南去旅游，在飞机上坐在一起了。经过交谈才知道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哦，这样在旅游过程中呢，就相互关照，也产生了好感。哦，回到家乡以后呢，我们就微信经常联系。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呢，他对我不冷不热。为什么不冷不热呀，大姐？我们认识的时候觉着人品还可以，然后呢，脾气性格还比较的温和。然后后来呢，他就提出来说，儿子儿媳都在外地上班嘛，有个孙子需要照顾，能不能有时间的时候帮我一起照顾孩子？我一看一个大男人照顾一个孩子，确实有点吃力哈。我一看也可以哈。一开始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照顾，后来逐渐的他就慢慢的往外闪，就成了我一个人照顾孩子了。我现在是感觉我帮着照顾家不说，受累，而且还受埋怨。还受埋怨啊？对。受什么埋怨啊？5岁的小男孩比较淘气嘛，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孩子一出门活蹦乱跳的，我也追不上他呀，不小心他摔着了，摔着以后磕了膝盖了。我看了看孩子也倒没事，我就领着他回家吧。回家我寻思回来给老李说一声，结果回来这一说了不得，劈头盖脸给我来了一顿。其实我本来就很心疼，我也很自责了。实际上我也没说什么东西，我把这个事孩子的事交给你，是对你的信任。结果那天带着孩子摔倒了，我也心疼，但是我觉得你也不容易。我没多说话，结果他自责起来了。我没说什么话了，对着我都发脾气了。你要知道，这么大的孩子你交给我，我的责任很重，我的心很累，你知道吗？我已经很用心了，但是不小心摔倒了，就是你看了也难免摔倒，因为他是个孩子，我不可能把他绑在那里，对吧？问题我没说什么东西你在这自责起来了。当时他是一句话没说，还是说了一句话？我说怎么看这孩子？对，他是指责也指责我，你怎么看这孩子？不，那您肯定是指责人家，就是抱怨，不容易，不容易啊。对呀，你像那个，这还有一次，他下去买东西去了，我跟孩子在家里玩玩具，我一看玩了一会儿了，我想上个厕所，我刚到卫生间，我听砰一下子，我赶紧出来一看，花瓶碎了，先看孩子，孩子没事，那就是万幸。那我把花瓶打扫了收拾起来，然后回来跟他说一声，这拍桌子瞪眼睛就给我来上了。你第一次磕着孩子，你这次还把花瓶不是花瓶摔了，花瓶值钱，孩子值钱，只要孩子没事就可以。你这个事我跟你说你不说我还没有气儿。你今天一说倒反而气儿更大了。你有气儿不打一出来了。我叫你看看这个身子，我很信任你。可是花瓶，你知道什么花瓶吗？甭管什么花瓶，孩子最值钱。花瓶，孩子最值钱。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今天我再跟你说一说，它不是一般的花瓶，是我们家祖孙4代的传家宝。那因为你没有放好，你放还能摔了吗？这个花瓶是明代龙凤花瓶，老爷爷传给爷爷，爷爷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我，这不到我手里碎了，你说心疼不心疼啊？还没传给我儿子嘞，给我这里断了。
那您还是没放好，应该放到保险柜里就好了。摔了以后，我说了他好，他不高兴了。说你为什么我摔了花瓶了？我那个什么孩子要紧啊？对，我承认这一点，孩子要紧，花瓶也要紧。我交给你个事了，为什么不给我看好呢？不是你我带着我带孩子很长，我带孩子这么长时间了，我带孩子这么长时间了，从来也没说过花瓶，跟着你不到很长时间，孩子也摔了，花瓶也摔了。不说这个事儿，我还真不生气。今天一说，我不气了，不气了。您就不要再信任他了，您把信任收回，自己看不就完了吗？你说不信任他吧，我还真没有人。你说出去办个什么事吧，家里面孩子也不能天天带着他。那我不成了你保姆了？你是雇了个保姆吗？我是找老伴儿，不是给你当保姆。他出去看战友去，本来说好当天回来，结果到了晚上8、9点了还不回来，然后给我打电话说啊，我今天回不去了，怎么着一大堆理由。我一个人，我还得哄着孩子睡觉，你孩子他5、6岁了，他不听话呀，晚上你哄他睡觉，还得担心他。你说我这操这个心，对吧？你还怨我呢？这个是个特殊情况。我一个老战友啊，40年老战友，都在外地住。他的老母亲80多了，中风偏瘫，卧床不起。我很想早点去看看他。有个小孙子不方便啊，我现在给他说一声，我去看看战友。到那以后呢，吃饭时间不长，吃到8点来钟，去打火呢，打不着火了，发生这个打不着火，怎么打不着，急得我也了不得。我刚说，我说你找修理厂得修一修。结果这个点啊，修理厂都关门了。哎呦，我这个战友说你今晚别走了，留一晚上吧。我接着打电话，我说我今天特殊情况回不去了。结果一说不要紧，好，这个电话里给我来劲了，前面咔嚓的，你这个那个。我再给他说不听了，把电话一扣，我再打电话不接了，我也没办法了。我跟你说明白了。你总是有理由。到第2天我回来，我见面我就给他解释，我说你看昨晚上这个还没等说嘞，好，这对着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拿起包来插着包走了。你说我什么心情啊？什么东西你得明白，这是个特殊情况，不是平常都干这个事儿。拿起包来走也是个特殊情况啊，当时特别生气就走了啊，对吧？那你这个是意外。那上次你跟那个朋友一块聚会，晚上12点了你还不回来，打电话手机不接，那我更担心了。我看着孩子还得担心着你，那你说我这累不累啊？我找老伴干嘛呢？我这是。这个事儿我很理解，我也很感激，因为你挺关心我。你说这个年龄了，这么多年没人关心我，你说这个事儿，我再次表示感谢。哎呦，别感谢，好好对人就行了啊！这个确实搁谁心里都有点不舒服。虽然您是信任我吧，但是您把该躲的都躲了啊。行，那说来说去嘛，这反正都算特殊情况，因为孩子不可能天天摔，战友不可能天天看，对吧？平常处的怎么样？平常在家里看电视、看手机、追剧，也不跟我交流。我们看电视都一块看，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他说说话，再咋不理的。我心里想，你既然不搭理，我跟你说什么话干嘛呢？咱就互相看电视吧，就不多说话了。现在又埋怨我不跟你交流了，你说这事儿，那你还是没有处在我的利益上考虑问题啊？光考虑你自己了，光考虑孩子了，我整个就是你这个保姆。我从来没把你当做保姆，保姆我得付工资，他要有责任。不，您连工资现在都省了，就是他责任可是出了啊。问题是这样，我比保姆要付出的多得多，我要给他担当多，我责任要挣得多。正因为我没给你付工资，你也别认为你就是保姆，你不是保姆，你进了这个家门我觉着就是一家人。不是您这剥削的更厉害，你知道，你还不如付工资呢。我生病发烧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生病了，发烧，看看你什么时候方便过来看看我。对吧？我生病了，你来看我很正常。那当然了。对呀，这不说吗？啊，还又来事了。头一天打电话说我现在感冒发烧，我说我过去看看你，但是有孩子，我说明天去行不行？我说可以。到第2天早上我给打电话，我说怎么样了？我退烧了，没事了。我说过去看去，就不用来了。今天又提出来了，说我没看他去。你说我说你不用来，我是一个客气，你还真不用去了。好，你看孩子的时候倒是实实在在相信我。那我生病的时候我说不让，我是一个客气，那你还不理解吗？你还不知道我你平时陪伴不了，我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能陪伴。不管怎么着，你得有个心意。我好或不好，你有个心意啊，你让我心里感到安慰啊。我跟你说这事，你答应了，我觉着你肯定没事了。过了7、8天了也没动静，我觉着可能有怄气了。
主持人他给我打电话干嘛呀？喂啊，你好了吧？你好了，没事，给我看看孩子吧。哦，我有病你不来看我，我好了我就得给你看孩子。那我成了什么了？我就整个就是个机器人是吧？你需要我就去，你不需要我生了病我得自己在家忍受着。那你说我找这个老伴干嘛呢？对，还不得当保姆？你当保姆可以请假，还有工资。对呀，还有补偿，我这啥也没有。你看这个事，你还说我委屈，我能不委屈吗？你说这个，当时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了7天了，你也没来，是怄气了，怎么回事？我说你帮着我来。大哥，咱这事儿就别说了吧。再说就太不讲理了。就这种感情，一个人生病7天，就算他第2天好了，第3天没来，您不都该登门看了吗？还拖了7天。他说好了，我就认为好了。不是好了，你也得去看呀，说明你不想人家。所以说，我想这个孩子呢，还就没人管，我说你打电话来吧，他就有别的气儿。这事儿您就别说了，搁谁都生气，对吧？您喝个酒，人在家里都惦记，人都生了病了，7、8天不露面。你说你给我打电话啊，让我去看孩子，然后还嫌我不会做饭。他呢，到家里以后啊，都是我做饭。你说我做饭，我付出应该到我家了，是吧？结果呢，我做了饭呢，这里不好吃，那里不好吃。哎呀，我当时心里也不得劲儿，费了半天劲儿，也不高兴。我说将来以后啊，你买菜来了以后啊，你做，我吃，这样行不行？他以后不会做，不会做，我说你们那么学，是吧？他说我也不会学，说原来从来没做过。对呀，不是我几十年不做，我上你家里我什么都得学，我什么都得干。那你找个机器人得了，机器人什么也能干，你还不用付费，是吧？我也不强调你必须学会做饭，但是我觉得你要不会做饭，一旦一天我也不能做了，咱就喝凉水啊，也不是难为自己吗？不是，你现在可以点餐啊，可以点外卖啊，对吧？那就说明你抠门啊！你怎么不可以这样做呢？非得把我捆到这里，我什么也得按照你的意思来。家里谁买菜啊？我买菜啊，我买菜从来没给我出钱啊！我买菜，我给小孙子买零食、买玩具。从来没说啊，那个什么呀，你这次的买那些东西呢哈，我给你转点钱过去，起码来说多少是你的心意，是吧？你这好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也没给我转过1分钱。买菜的事啊，真不能光吃的事，每次来带这个40、50块钱的菜，这个当时我说，哎，那孩子零食很贵，孩子玩具很贵。我跟他说啊，我说你别买菜，冰箱里都有菜。他过去看了看，说这个冰箱里东西太沉了，这个意思啊，就我要买新鲜的要吃。我说行，既然你买来了，我就按照你买的去做。结果呢，他这买菜成事了，花钱也不多吧，还挂在嘴上。我花钱比他多得多。有一次你母亲高烧住院了，我带着东西去看她，临走之前我留了5000块钱。这是人之常情，人家别人都是这样做，不光你这样做呀，这人之常情啊。还有一次，你儿子带着孙女回来了，我看了以后啊，我说的表示啊，我就给他孙女2000块钱。你说我付出多，你付出的多，买点菜挂在嘴上，你不提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哎，不是，你让我看孩子，你给过我1分钱吗？我给你计较过，我不是没给你计较吗？我看孩子看了这么长时间了，何止是2000啊？你还光记着2000了？看孩子来了，我要把这钱给你当做保姆费给你，咱还有这种关系吗？好，我头已经有点大了啊！我问点问题啊，交往这么久，有送给您礼物过吗？比如买个衣服？没有，什么都没有，还嫌弃我化妆，嫌我出去，我们同学之间要去练歌彩排嘛，这个都不行，限制我自由。这个买衣服啊，我是挺反感的。他喜欢化妆，而且化的腰直着展的，而且穿的衣服今天换明天换，一天换2、3身。我说你这么多，你这么多衣服，跟年龄无关，还买什么衣服干啥呢？我们是个朴素的家庭，应该朴素的过日子。你说你那么多衣服，我还真看不惯。不仅我看不惯，我们家人也看不惯。你说咱俩能走到一起吗？我也跟他说过的，有衣服穿就行，不必要这么天天的换，天天的买。我哪有这么资金给你买这些衣服？懂了。我猜猜啊，应该是想跟他分开了吧？我气儿不打一处来。说实在的。老李这个人品是不错，而且性格脾气呢还比较的温和。我们这个年龄找老伴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关怀，需要的是陪伴，特别是心灵的陪伴，对吧？那你给我了吗？所以我就问你嘛，您是要来分开的吗？还是来要名分的呀？起码来说，你得给我保障，也得给我个陪伴。不是，您要的保障是什么保障？咱说清楚。你起码来说，你就是家里过日子，你得有生活费嘛。
就每个月你的生活费拿出来，工资你得上交啊，我要统筹一下这个月的花销。另外，我们这年龄大了，长病也是正常的，我要把这部分钱都存到一块儿，不管谁长病又有谁身上，这很正常啊。哦，那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要管理家庭的财务大权，对吧？对。啊，其他的，哎，不是，最重要是陪伴啊。陪伴这事儿就没法量化了啊！懂了。孩子知道你们的事儿吗？孩子不知道，因为我们刚刚时间不长了啊。但是人家这已经想结婚了，您有这考虑和打算吗？我倒有考虑，因为到晚年嘛，总想找一个伴儿，但是这个伴儿呢也得经过考验。要是说随便找一个人，这样有的是，但是能不能合在一起，能不能过日子，能不能有共同的语言，这是个特别特殊的。对面大姐，您觉得合适吗？她呢有她的优点，但是她有她的弱点，我的一些弱点也有。今天就给她说这些事儿，就让她理解，有些误解的地方，我刚才解释了好多。如果这个误解解除了，那就不是问题。我问问啊，您现在退休金多少钱？我退休金不高，2、3千。您呢？我退休金高啊，6000多啊。如果结婚的话，同意婚前财产公证吗？就是您的房子是您的，您的是您的，各自留给自己的孩子，这个行吗？你想怎么样都行啊，这个无所谓啊，对，无所谓，主要的是一个关怀陪伴。好，听明白了，该怎么办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人老了，最需要的是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但生活中，亡婚恋往往难偕老，并不是我先给你们泼冷水，你们2个人之间，我真看不出有什么爱情。您刚才说，我可没有把你当保姆，但事实他很像一个保姆。我也不理解，2个人相识了，恋爱还没谈多少，你干嘛这么主动呢？是他邀请我的。邀请你可以拒绝啊。我们要看看这一段黄昏恋适不适合我。您知道女友和保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女友是你准备迎娶进门的那个女人，是要呵护的、关爱的，也是要宠爱的。你一切都没有，标准就是您家务干得怎么样。我认为他说的没错，老年人我们再婚，这是要找一个在夕阳下相爱的牵手的人，是一个互助养老的伴侣，这是要相互的。但是你恰恰做不到，7天生病不闻不问，说明这份爱还没有。你们2个人现在最缺的就是爱，就是情。实话实说，我是不看好的。能不能走下去很难的。刚才您放了一个信号，2个人黄昏恋，孩子还不知道，这就是一个伏笔。我们都是过来人，明白。以后一句话，我子女不同意。所以今天来对了，大家把任何问题摊开来，看明白，说明白，然后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是这么想，为什么没告诉孩子呢？因为现在还有些矛盾，还没完全成熟。告诉孩子呢，孩子是不是给我们挂心？大哥，您不用说了，从您这一番话说明您把孩子看得很重的。对，孩子的决定就是拍板。您听明白了没有？谢谢。我问一下，2位都单身多久了？我家先生病逝以后3年多了。我10年多了。10年多，也是离异。所以其实先生，你是一个单身了挺久的光棍汉了哈。那你怎么10多年都不找，现在找呀？因为当时啊，我孩子还小，我当时还工作着，这不现在年龄老了吗？总是有个照应，有个伴儿关心啊，所以这么个想法。所以这是这10多年单身找的第一个女朋友。对，是的。所以我跟于老师的感觉特别的像，就是没有从你们中间感觉到太多的爱。我们说2个人在一起相爱了，决定在一起了，才会有承诺，才会有彼此的责任。但是你看先生，你们还没有怎么相爱，你就把责任给他了。
看孩子是多么大一件事情。你把这么重要的责任交给一个陌生人，他对你来说不就是刚刚认识了没几个月的陌生人吗？所以你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是界限很不清晰的。不是说人家把孩子磕了碰了，把你的花瓶打了碎了，人家的问题，是你就不应该把这份责任交给他。当时啊，我也没想他不能把花瓶打了。说现在要想他打花瓶了，我绝对不会教给他。有别人看孩子看。你就雇个保姆，保姆也有可能把你的花瓶打碎了。保姆要打花瓶的话，他有责任啊。这个你说把责任。我跟你说，为什么他打碎了花瓶，你就刚才拍着胸跟我说，一提起来我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只有两个人对彼此负了责任之后，才有可能说爱屋及乌，对你的孙子负责任。对，是的。你俩都彼此没负责任呢，怎么能对别人负责任呢？这个责任负好了也罢，负不好那就是埋怨。人家生病你都不去看他，你对他不负责任，你怎么敢把自己最宝贵的孙子、最宝贵的花瓶交给他负责任呢？是不是你出了一些判断上和一些决策上的失误？正常的逻辑是你喜欢这个女人，我们俩开始谈恋爱，半年以后决定我们要共同生活了。好，来，这是我的小孙子，今天有事你能不能帮我看一看？你这颠倒过来了，我先考验他啊，看看来家能不能看得了孩子，能不能给我料理好家务，我再说我爱不爱他。你不觉得这个顺序是错的吗？这就是你们今天别扭在这儿的地方呀。顺序搞错了，那爱情就指向的是失败。就是于老师说的呀，没有感觉到你们爱呀。女士也一样，我觉得你怎么就能跑人家家去给人看孙子呢？这多大一件事儿啊！你自己有孙子吗？我有啊，但是是丈母娘那边看，因为他们比我们你的孙子都年龄小轮不上你看，你去看他孙子，你不觉得顺序错了吗？你不觉得你走得太快了吗？你不觉得是你自己乱了阵脚，导致你们现在爱情就错位了呀？还没有基础呢，就开始设计以后现实的生活了。先恋爱，再谈彼此的责任和现实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慢慢的好好的相处。两个人明显不在同一个频道上。男方的表达是说我要个伴儿，这个伴儿呢偏向于女方说的这个保姆，包括照顾孩子、照顾我，包括打理我的生活。而女方要求的这个伴儿是无形的伴儿，是在精神上、在心理上的，所以这两个人就不同步嘛。最后发现，这边你给到我的这个活儿干得不利索，还有一些损伤；这边发现呢，给我的伴儿情感的需求也不够。这样的话呢，这种分歧就自然就出来了。我觉得男方呢，孩子磕了腿了，这个责任你说是他的，那最终其实还是您的呀，您是监护人。那么不管平儿也好，孩子也好，最终还是你自己决定这么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您对女人的这种呵护，包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有点太过于推脱了，不够担当，包括对孙子也不是那么负责任。我觉得这点要思考一下。女方的话呢，太一厢情愿了，她还在考核您呢，您这就想着我要什么说法，您就想着把自己当成了家庭当中的一员，所以说您就很失望嘛。那么这一切呢，也基于自己就太着急了，所以说注定啊，你们两个在一块儿的话，到时候就会有受伤。这边觉得好像这个很多事儿你没有做到位，给我的不够，这边你觉得这个情感又不够，所以两个人都觉得彼此做的不够。那从现在来看，时间这么短，引起这么多分歧，我的建议两人就不适合在一块儿了。恕我直言啊，我认为你们两个人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哥，我问您一句话，您孩子知不知道您跟这位大姐在交往？不知道，刚说过了。你是这么说的，我听见了。请问你的孩子是委托您照顾他们的孩子，你去看战友了？你们家孩子不问您啊？您孙子在谁看呢？没问，没问，不了解这孩子，一点不了解。哎，孩子不知道这怎么讲。那您压根儿今年春节这孩子才过来，您压根儿就知道孩子不太会同意，您在瞒着您的孩子，甚至于我认为孩子知道，他们不同意，您没告诉大姐。
所以您知道这个大姐不是您想象那个对象，您想找一个帮手，而不是找一个谈恋爱的人。你们俩有共同在一起的时间，看电视，但是没有交流。您看不上大姐的一些生活的方式，比如说频繁的换衣服、爱美，这您看不上。但是为什么不说呢？因为现在您需要她，您需要一个帮手。当然，您给了5000块钱，给了2000块钱，因为您知道她需要这个。但是您真正没有走进她的心，您压根不关心她。你要真爱她的话，生病7天不去看她，说不过去。有交流时间不去交流，压根就不是一个频道，压根您就没看上这位大姐。你以爱的名义找了一个保姆，就是这样。大姐，您知道大哥不爱您，您今天是来逼婚的。您要找的不是陪伴，找的是保证。您很忙碌，其实您的心很孤独，您找不着自己的价值，自己真正幸福的样子是什么？生病的那7天，每天您都在煎熬。其实你希望他来看你，但为什么嘴上偏偏说我好了不用呢？有话直接说呀，凭什么咱这么不自信啊？咱为什么只说对他好才能证明我们的价值？所以说，明确接下来生活应该怎么走，什么是幸福的，什么是真心的，假的东西永远真不了。我告诉您，他孩子知道之时就是你们分手之日。所以说，不要因为需要在一起。即使我们已经人尽黄昏，但是我们还要一份黄昏恋爱的恋。就这样。算了吧，我是觉得到了这个岁数，时间比年轻人还宝贵呢。咱不浪费时间了。云南旅行的时候一定是有好感，两颗孤独的心，对吧？在旅行的途中，美景之下，一定是有爱情的火花的。但是回到现实生活里来以后，就是不合适。我看您不是不懂女人，就是您的心思根本都不在这个上面了。您倒是雇个保姆更合适。您就找一个呢，愿意花前月下的，能欣赏得了您的这份风情的男人，也挺好。没找对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原来我还想着咱们能在一起，经过刚才李轩的咱们这个谈论，再加上这老师们的提议，我觉着我得考虑考虑，说的有道理。我觉着我们这个年龄找老伴儿，主要的是看人品好，再一个就是能够给予关怀，能够给予陪伴。多一些理解，可以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多一些理解，多一些信任。所以应了那句话了嘛，在意的人付出多嘛，不在意的人不付出嘛。谢谢两位，谢谢，请红兄来预测一下吧。很显然，两个人能够玩在一起，并不代表能够过在一起。女出男不出，女出男不出。我觉得应该是双不出。我也觉得双不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哎，有没有可能双出呢？祝他们找到爱自己的人，自己爱的人，幸福的度过自己的晚年。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他这个人对我挺老实的，但他真的太不上进了，根本没有办法成为我的依靠。他总想让我出去赚钱，还说我总是自我感动，可我也会为他做很多事，但他总感觉不到我的好。我们2个都是单亲家庭，都见证过我们父母婚姻的失败。我觉得其实应该考虑好一切了再去结婚，可是他好像永远理解不了。他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人，可是在他那儿，我好像没有他的兼职工作重要。我希望他能更爱我一些。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许23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
小甘，22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哈，谈了多久了？谈了大概2年多了。是大学同学？对，我们是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不是同学，不是一所高校的是吧？不是。哦，咋认识的？暑假的时候在外面兼职认识的。嘿，挺好的啊，谈2年多了。你是想结婚是吧？对，我是想结婚。哎呦，真好真好。你是想奋斗是吧？对，现在这个年纪呢，我们是更应该事业为重，多去奋斗。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不上进，非常的幼稚。他觉得现在居然要去结婚，谁会在这个年纪去结婚？而且觉得全世界都要谈恋爱，全世界都要围着他转，跟他黏在一起，这是怎么可能做到的事情？你这特别像一个演讲，叫我的青春热血绝不躺平。所以我看不上那些想躺平的人。他就是太躺平了呀！啊，就没有啊？你工作吗？我因为是在上学嘛，所以说我也没有工作。哦，你还在读书呢？对。哦，那你想着啥结婚啊？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人，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嘛，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们2个人从小缺爱，我觉得就是早婚早幸福嘛。我就想给他一个家，因为我特别爱他。他怎么给啊？他去找他家里的人借钱买房子来给我幸福，他觉得这样就是在对我好，这样就是在给我物质保障。我要的是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能带给我什么？不是靠你家里。就是我家里边有4个姑姑，然后有4个姑姑。对，然后我爸是最小的，所以说一般4个姑姑管事儿比较多。然后我就想跟他结婚嘛，然后但是我们钱也不够，因为他工作非常努力，他现在也是在上大学，但是他有很多兼职，他手机里边有100多个群，他平时工作特别忙。然后我就想着给我们减轻一下压力，我们就是因为缺爱，我想尽快给他一个家庭。钱借了吗？钱还没有借，因为他不让，但是我想借，因为我的4个姑姑也愿意。就是问姑姑借钱买房子。对。然后娶了她。对。我没有必要顺着他。这怎么叫顺着他呢？先给您讲一下我们俩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是大3升大4嘛。在这个假期的期间，我们俩是有出来合租。合租的时候，我每个月的工资怎么着保底都是5000以上，有的时候工作多了也是能够挣到1万多。如果周末不休息的话，如果说在保持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每个月是能够存上，最起码也是8000块啊。但是他呢，我跟他出来合租，房租我要掏1大半，我们之间的吃穿住大部分都要让我掏钱。他靠什么赚钱您知道吗？每天在家里打开电脑玩游戏，人家觉得卖皮肤每个月能挣1000多，我觉得你跟我谈恋爱吃我的住我的花我的，转头来说我要求你这要求你那，很过分你知道吗？我有跟他讲过，我说我不想结婚，因为我们现在要啥啥没有，而且时机也不成熟。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视频，人家上说，上海一个小夫妻35岁，他们就可以说攒够300万，可以提前退休，非常的幸福。包括我们2个其实都是单亲家庭，他家里面确实是有4个姑姑，管事儿管的比较多，因为他爸爸是最小的那个。我就问一句话啊，如果他4个姑姑给了他300万，他是不是就可以退休了，姑娘？他退休是他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那笔钱不是我的钱。我要的是他有价值，他有事业。我是希望他能够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我们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奋斗。你去找一个有一样想法的男朋友不就完了吗？所以今天我才站在这样的舞台上，所以你是来修男朋友的是吧？让大家帮我们想想办法，因为不只是这一件事情，我们有吵架，有闹分手。好，咱们再说其他的事儿啊。刚刚也有提到，他是非常想结婚，他觉得是早婚早幸福，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我们都是单亲家庭出来的，我也见证过父母之间婚姻的失败。我们现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去结婚，以后将会重蹈覆辙。其实我理解他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钱挣到手之后，然后他觉得我特别安心。但是我就是想的，咱们没有必要压力这么大嘛，因为咱们没有毕业呢。我觉得就是好好谈恋爱，然后开开心心的就可以。对啊，就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围着他去谈恋爱，对他嘘寒问暖，每天都像刚刚在一起的热恋期一样这样谈。他的世界里面就只有恋爱，只有爱情。那我觉得，与其我要嫁给他，我还不如嫁给我那100多个群，嫁给事业。我为什么要嫁给你？为什么要跟你走进婚姻的坟墓？他整个的生活就是围绕着工作转的。那你倒是去替我分担啊！没有人去替我分担，只能把所有的重担压在我身上，我只会更焦虑、更紧张，我只会把这300万的目标放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都替你分担了，你不要啊？他替我分担的那是什么呀？他现在每个月挣1000多块钱去借钱，这叫替我分担。到时候谁还这笔钱？还不是要我来还这笔钱？哎呀，活得好辛苦啊！俩孩子都挺让人心疼的。他每天就是围绕自己的工作群里搞工作，我们俩在一块相处时间就短了。做兼职他就认识了一个师傅，带他入行什么的。然后就那个师傅他30多岁，然后我有次翻他手机，我就看见那师傅的朋友圈，他里边没有跟他女朋友的任何合照，也没有家庭什么的。我觉得他师傅是个单身，然后他师傅就老约他出去吃饭，我就挺吃醋的。他跟我待的时间就那么不足，然后还跟别人去吃饭，我就挺不高兴的。他怎样表达这种事情？他表达方式就是玩消失、无理取闹、没事找事儿，像小孩子一样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没有一个作为成年人应该说我们来好好谈一谈，我们去把根儿解决就好了呀。但是他不是，他这个人从来不去解决根儿。所以根儿是什么呀？我听听。根儿就是说我希望他能跟我有一些共同的想法，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他打心眼里他就觉得我出去工作就是不对的，我只想要他不要把自己困在家里。可是我就愿意在家里待着。没有关系啊，我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出去挣钱。比方说你喜欢做饭，你就在家做饭；你喜欢玩游戏，你就在家玩游戏，研究一下怎样设计游戏，研究一下怎样设计皮肤，而不是每天做一些这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日子，一眼就能知道自己以后只能靠它发展。他觉得什么？他觉得我以后一定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老天爷会掉馅饼一样，就像游戏里面掉箱子掉皮肤一样，掉给我。他觉得这些东西不需要自己去寻找，就跟我们毕业生找工作一样，我们都是要主动的去提简历。但是他认为简历不需要提，到时候会有好的公司上门来找我，让我去当总裁。我要的是心态。心态。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不爱我，因为他有一次就是他那个师傅大晚上叫他出去吃饭，但是我就在家里边，我就已经做好饭了，然后他们饭局完了之后让我去接他，我就去了。他说那个8点可以吃完饭。我就7点50我就到了，我就一直等，我等到8点之后，我觉得他还没有出来，然后我就在微信上面问他，你怎么还不出来呢？他也没回我，过了差不多10分钟时间他才回来，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晚了10分钟呀？我就是想问一下，然后他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对啊，就是因为我是跟我那些朋友们吃饭，我也不是只跟我的师傅一个人吃饭，是我们一圈子人大家一起吃饭。他就会没事找事儿了，就开始。他回来怎么问我？他说今天你跟我说让我8点来这儿，我7点50就来了，我等了你20多分钟，你知道吗？为啥他不一起去吃啊？他又不认识，他去干嘛？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看你的圈子是那么上进、积极、阳光、上进的一个圈子，耳濡目染一下，说不定他也变了，比你一个人说教好啊。为什么不带他去啊？别人为什么要说教他？因为我不太习惯那种场合，我觉得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儿，我就是想快快乐乐在家里边。谈过分手吗？说过很多次。大概有几次？得有个5、6次。谁提的？有的时候是他。为啥？我们两个其实不只是因为这些小事情，更多的是在吵一种情绪价值的架，就是我们两个情绪会失控，失控的话就会说一些很伤人心的狠话。在说完这种话之后，他会采取一种回避的方式，比方说他把自己关在厕所或者玩消失。那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在手机上跟他聊天。就是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之间有提分手的一些聊天记录的截图，学习一下。这绿色是谁？绿色是我。大概看懂了，不是一次是吧？不是一次，是很多次。有的时候把微信拉黑了，所以会用短信。女生好像很强势啊，在你们的关系里是吧？后来为啥没分呢？因为也是彼此之间离不开，也是会想念呀，各种可能分了半天就和好了。就是我总觉得他还会改。我也挺气，就是一个也不积极，也不上进，老想躺平。那为什么会离不开呢？因为感情。啥感情啊？因为他爱我，确实能够给到我一些我需要的东西。就比方说，我需要的东西是100个东西，他能给我80个东西，另外20个东西，我希望他能够给他时间，让他去改，慢慢的就给我了。我愿意等他成长，我愿意陪他长大。行了，就是我觉得他也是爱我的，因为他喜欢吃好吃的东西，所以说我就学着做好多好吃的，
然后我给他吃，我觉得就是我也伺候着他，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挺爱我的也。跟他在一起，快乐的时候多，不快乐的时候多？快乐的时候多。OK， 所以你开心吧？开心，对吧？人家要求你上进，你为什么不上进？我觉得我就是从小我就有点懒，然后就是谈到正事的时候，谈到就是吃苦啊什么的，我就有点不太愿意。他在家里待着，我在外面工作。那天我给他留了一个小任务，我说你帮我修几张漂亮的图片，有几张我工作的活动照，然后我就发给他，唰一大堆。怎么着我回来着，我想着应该也是能修个3、4张，然后我就走了。回来的时候我说，哎，怎么玩上游戏了？是不是修完了？我一打开他电脑，我一看桌面上就一张照片，就一张照片。因为他走之前，他没有说今天这个照片一定要用，所以说我就修一张，我累了之后我就开始玩游戏。我就想着今天也不用嘛，我明天修也可以，后天修也可以。对啊，就是这样。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他帮我做这个事情，我是希望我耳濡目染的，就是我再这样我带你，然后我们慢慢养成这个习惯。你第一开始不愿意全修完没有关系，咱们一点一点改。我今天算是帮你布置任务，你帮我做，以后你就能主动做，你以后会主动的找事情干，是眼里就有活了。好 ，OK。那今天来要干嘛呢？也是说把我们的一些情况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帮我们想一想办法。就刚刚确实也有贴到一些聊天记录，我们经常说分手，说一些很伤人心的话，但是他的看法是，他觉得把这些记录删掉，我们从头再来。但是在我心里，这些事情是过不去的。我希望是能把根儿去除，但他不把根儿去除，他只是说把这个事情忘掉。我们在这点上没有办法达到统一，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有一次我在家里边做饭，那天下午我就做了一大桌子菜。他回了家之后，因为他压力大嘛，他就跟我说我不想吃。他吃2口之后他就不吃了。我心里边哎呀，我觉得特别伤心。然后我就跟他闹，我就钻到厕所里边，我就想让他过来敲门。你是小公主吗？你是家里的小公主吗？谁都要哄着你，必须把你捧在手心里。我必须要把我全部的心情、全部的精力拿给他，然后围着他转。是，很窒息，很窒息又离不开，啊，很矛盾是吧？累不累，姑娘？挺累的，其实跟他谈恋爱很累。不，我是说你活得累不累？我自己活得不累，我很开心。我以什么为目标，我每天这样做，我看到我做的有进展了，我很乐意。我不像某些人，他认为自己生活里面只有恋爱，他觉得恋爱是最重要的。恋爱是最重要，也没什么错误。你放松一些。我的感觉叫什么？攻击性过强。他是叫恋爱是世界的中心，你叫我的正确论是世界的中心。你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不一定对，我只能说这姑娘很努力，但是方向对不对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不知道，她所谓的事业是什么不知道。我知道我所谓的事业是什么，是啥？最起码现在是能带给我快乐的东西。你每天谈恋爱这样让我不快乐。我没有把你的事业和你的恋爱对立起来啊。我也从来没有把事业和恋爱对立起来过。你的事业是什么？我没有把事业和恋爱对立起来过。我认为现在能让我挣钱，现在能让我认识到更多的人，这就是正确的。好，不是把自己圈在学校里面，白天上课，晚上看电视剧、打游戏，每天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这样的我是没有价值的。我和其他的大学生是没有区别的。特别可爱，年轻气盛，特别好，然后有自己的想法也特别好。今天来我们再明确一下，我们是来解决爱情问题的，对吧？对。我们不是来探讨就业观、价值观、事业观的，对吧？对。我们仅来探讨你们这一对情侣的爱情问题，可以吗？嗯。好，那行了，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刚才说你和其他大学生是有区别的，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为你担忧。这种区别，你认为你是正向的，是努力的，是奋斗的，别的大学生都是碌碌无为的。我想只是方式不同，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奋斗方式不同，处事方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我也是第一次在这一个场合听到恋人对婚姻的解读会如此的大相径庭。女生认为婚姻是稳木，我南方人普通话不标准，不好意思，但是能听懂就好，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不同。
虽然我普通话不标准，但我努力的去说，说了以后让你听懂。您看，您用微笑肯定了我。如果你嘲笑我，如果你指责我，我会更加的卑微，甚至会没有自信。就像这一个男生，在他眼里，婚姻那就是港湾，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宁愿举债借钱买房。你自己感动吧？其实我还是感动的吧。另外，为了喜欢的女人，我想尽方法做好吃的给你，伺候你。这句话是你说的，感动吧？但是你看，你沉浸在自我感动当中不能自拔，但是您看他的内心毫无波动。感情是双方的，感动它同样是双方的。你们两个人的感动不同，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其实也不同。有一点我很欣赏，女生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奋斗，非常棒。但关键，你要求男生和你有一样的目标。以后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人要改造人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几乎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真的不同。你们两个人，恕我直言，你们是两类人，是两种人。女生，您其实是很明白的，您改变不了这个男生，您也不可能会喜欢这样的男生。只不过现在没得选，您走上社会以后有各种的选择，到那一个时候，你有10000种理由把它休了。谢谢。于老师刚才讲的时候特别的投入，想帮助小年轻姑娘。你有注意到你自己在干嘛吗？捋捋头发，活动活动肩，拍拍胳膊。你当着一个比你年长的老师这么苦口婆心的在为你们好，不合适。今天你在场上对你男朋友特别的不尊重，这个是让我不舒服的。他有他的问题，但我们没有资格去训斥、去贬低、去看不上一个和我们同样大的一个男生。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需要提高。我跟你说一个你可能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希望你跟我共同思考啊。你在外面那么忙，你焦虑到没有一刻停息，周六周日还要去赚更多的钱。你要回到家看到一个男人比你还紧张还忙碌，我估计你这根弦都绷不到今天就塌了。正是因为你回到家看到这个安静的男生居然在家能待一天，还给你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无形中他的放松和慵懒其实是给了你疏解。所以你其实是需要他的，我真心告诉你是需要他的。他是这2年让你能够冲到战场去厮杀的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缓解的这样一个人。你可以跟他分手，也可以和他不分手，但是你要去对内反省，去认真的内观自己，去思考。男生，你姑姑一人借你100万，借你400万的话，这借的钱要不要还？要还。那你还不努力？遇到一个愿意上进的女生，你不应该跟着上进吗？我说他的时候，其实你的问题更大呀。他有一小部分焦虑，确实也来源于你呀。你要想跟他在一起，你还真得快马加鞭。我也支持你这种放松慵懒，这是一种能力。但是咱太放松慵懒了，那就是懒惰，那就叫没出息。你也别躲厕所哭了，有那哭的功夫，真真正正学点东西，不是现在就非要赚钱。我觉得大学生去勤工俭学赚钱是好事，社会实践。但你今天学好了知识，充实了自己，姑娘，以后不是说我这个暑假是不是挣了5000，我是不是工资可以拿5万啊？有没有机会啊？你把学习时间全用来挣那个快钱，那钱是廉价的呀。加油吧，年轻人。谢谢老师。我觉得2个人都挺努力的，一个人想努力成个家，一个人想努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然后呢，彼此的希望能够有一个共同的频率。从男生角度讲呢，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记住了，你说我要给他一个家，但是用借钱的方式，用一个不挣钱、一个学生的身份，要给到对方一个家，是给吗？其实可以改一个字了，
其实你是在要一个家，你渴望成家，但是以你目前的这个阶段，你没有这个能力。在这个年龄，你要知道，那你最主要的事情是干什么？学习。毕业以后找一份工作，你可以继续谈恋爱，但这个家，对不起，反正以我这个第三者角度讲，我觉得目前还真不是时候，好吧？来，再说女生哈，我看到了你的努力带着愤怒，甚至在隐藏着什么，多少也和我有点小类似。在年轻的时候，心理学里有一种人格叫做 A 型人格，就是不允许自己的每一个时间被浪费，我要让我的每一件事情有价值，我得让我的人生有意义，一闲下来就会空虚，不想让我的时光去虚度，有这个感觉吗？有，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说到我心坎上了。其实主持人反复提醒你要放松下来，姑娘，愿意努力的人，我要给你点赞。但是作为长者，我们想给你一点建议。我先举个例子，得病了输液的时候，这个输液瓶挂的高度决定了，在不调下边的调节阀的时候，决定了什么？它的流速，对不对？压力不一样。你的能力目前在你这个年龄段，我看到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是这个位置的时候，对不起，血是倒流的，你就不可能再成长了。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你多少有些自满了，尤其在你的男朋友面前。恋人之间有的时候不是指责教育和拯救，更多可能是需要鼓励支持。最好的努力就是温柔的用力。事业和感情一定是平衡的。如果你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也是事业非常强的 A 型性格，你不知道你们家房盖得掀几次，你懂吗？会吵起来，因为你真的不会放松，而他恰恰弥补了你们之间的差距。所以呢，当你能够停下来，心还是静的，这就说你的心是强大的了。如果只是靠忙碌来掩盖内心的这种焦虑和紧张和不安的话，说明我们的心还需要去修炼。总之吧，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好好的相处，我其实特别希望你们俩走得更远，但关键就是一定要看人所长，你要努力，要倾斜一下在事业上，你呢在感情上要倾斜一下，互补起来，你们其实可以走得更久。女生，我近期接触了很多像你这样的小姑娘主持人主播，她们都是跟你们一样的，有各种群，特别忙。如果你的目标是赚钱，那你永远会在这个圈子里，就这么多。你现在可能挣的比他多，但是你总是在这里，他会慢慢上来。为什么？赚钱不是目的。当我看到那么多就是很忙碌的年轻人在去找活的时候，这不是事业，那是一个活。现在你很忙很累，你现在有时间谈恋爱吗？有。没有。你对他就是一个我回到家能帮我修好照片，回到家能给我做好饭，回到家能陪我一起看看电影那么一个人。你的生活状态，我们无法在休闲的时候给自己补充能量，也无法在自己开心的那个工作当中获取能量，那你就是会越来越枯竭，你就会越来越纠结，到底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跟谁在一起，跟事业还是跟爱人，都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会儿状态你会是最差的。所以我给你建议，现在不需要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人，他不是，努力去工作吧。工作要找到方向，情感现阶段你不需要。他也听不懂你说的话，就是你的优势在哪儿你不知道。我的优势是我有4个姑姑，我的优势是我现在要结婚，我的优势是会做饭。但是有可能有的女生会对这个感兴趣，但是她不感兴趣，那不是她想要的。他说分手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再说没准下一次就是真正的分手了。所以说你现在也不适合谈恋爱，你现在要找方向，什么适合自己，怎么能够快乐的生活，先让自己快乐起来吧，好吗？也许你现在独处在家玩游戏的时候最快乐，
他一来，哎呦，我这任务没完成，哇，那边铃声一响，完了，那照片没修。如果两个人在一起都觉得没意思的话，赶紧分开，各自安好。就这样，谢谢曲总。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平时确实是我一点也不努力，我觉得以后的话我会改的。确实是我有一点懒，我从小到大我就这样。身为一个男生来说，确实不应该。我平时摆烂摆的太多，然后我对你的话也是，我觉得你说我2句我就觉得不行了，我受不了。可能我不够坚强，但是我以后我觉得，我想让我更坚强一点。今天老师们说的，我觉得都非常有道理，也是说到了很多我没有想到的地方。我觉得今天来这趟节目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也要避免一直去跟你站在对立面，我以后会尽量的站在你的角度，我们一起去面对。行了，谢谢2位啊，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预测一下吧。我还是不看好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可能他们今天会出来，但是能走多远，这真的不好说。暂时还是分不开吧，我觉得双出。最后的谈话方向还是去向一个整体的，所以预测双出。双出。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快去吧，快去，快去，像男人一样。来，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谢谢2位啊，来，请回。祝他们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事业上能够顺利一些。再一次的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